Sister, the young bloomers are shown. They aren't showing, baby, they're flying. Proudly. T-Bag 怎么也没料到，狐狸和监狱竟然还有如此人间尤物。金发红唇，秋水明眸，无时无刻不在撩拨着他的心弦。记住这条显眼的花短裤，因为他将拯救整个越狱小队。以变态著称的 T-Bag 像苍蝇一样，第一时间盯上了这颗漏风的蛋。Sister, the young bloomers are shown. They aren't showing, baby, they're flying. Proudly. 这句话把一向老道的 T-Bag 撩得火热，臭味相投的两人也是一拍即合。几分钟后 ，T-Bag 回到了牢房，将搞到的战利品那条粉红花短裤偷偷交给了苏克雷。越狱小队能否重获自由，就看这条花短裤了。到了深夜，苏克雷带上花短裤，从书里拿出小螺栓，拧开洗手池上的螺丝，爬进之前挖好的洞口，顺着地下管道一路来到白天做工的休息室。一位狱警安排了新的装修队，他要在装修队来之前将他们的越狱洞口封住。只见他掀开掩盖洞口的地毯，然后将速干水泥倒进桶里，按比例加好水后，开始用木棍快速搅拌，之后在洞口处盖上木板，再将搅拌好的水泥倒在木板上，最后用木棍抹平。就在这时，一名狱警巡逻至此，苏克雷由于高度紧张，不小心碰到了铁桶。听到动静的狱警迅速过来开门查看，好在苏克雷及时盖上了洞口，狱警没发现异常，随后便离开了。现在的问题是洞口已被封堵，从管道原路返回牢房是不可能了。苏克雷只得冒着被抓的风险走地面回去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要出意外了。两名狱警冲过来，瞬间将苏克雷按在地上。到了审讯室，警长贝里克立即命令手下搜身。很快，手下在苏克雷的裤腿里发现一个红色塑料袋。贝里克很兴奋，赶紧打开塑料袋，看里面是什么宝贝。没错，塑料袋里就是 T-Bag 搞来的那条花短裤。贝里克很是不解，为了一条花短裤，竟然冒着增加10年刑期的风险，这值得吗？苏克雷也是赶紧服软，解释道：“这条裤子是女友从墙外扔过来给他的，即使知道自己被抓，也要冒这个险，因为他不想让女友失望。”接下来名场面来了，只见贝里克拿起花短裤放在鼻尖，细细的嗅了嗅，真香！哎呀！随后苏克雷只是被简单关了禁闭，可谁也没想到，贝里克第二天根据线人的密报，得知休息室地下有个大洞，他兴奋的拿着锤子对着水泥地一顿疯狂输出。很快，苏克雷刚封上的速干水泥被砸了个稀巴烂，越狱洞口赤裸裸暴露在了贝里克的眼前。这下年终奖应该可以翻番了。可突然I can't let you leave here, boss. 是越狱小队的成员老库珀碰巧来做工，为了越狱计划不被暴露，安分了几10年的老库珀只得痛下狠手，打晕了贝里克。当贝里克再次醒来，才发现自己已被五花大绑扔在了地下管道。突然，他听到上方传来脚步声，两名手下正在无比悠闲地喝着咖啡聊天。贝里克奋力喊叫，但因为缠着胶带，他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。很快，洞口处的水泥给了他灵感，他努力探着身子，将嘴巴凑过去，开始用水泥疯狂地摩擦嘴上的胶带。终于，胶带被摩擦出了一个口子，他使出吃奶的劲儿大叫起来。此时已经走出休息室的两个手下隐约听到了呼喊声，随后便折返回去查看情况。下面的贝里克还在不停地喊救命，可突然一只大手捂住了他，锋利的匕首抵住了他的脖子。